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资格谈大道理。14岁出来做事，先学会的不是投资，而是低头；不是财务自由，而是怎样在艰难日子里把日子撑过去。父亲病重离世，家里一下失去了依靠，那种感觉不是穷2个字能说完的。你会突然明白，人在风雨里最想抓住的东西不是梦想，而是安全感。所以我非常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直住都提前还清房贷，因为房贷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口上，每个月一到日子就提醒你还欠住银行的钱。很多人以为只要把这块石头搬掉，人生就会一下轻松起来。这种感觉我明白，我一点也不嘲笑，但理解不等问认同。我做了一辈子生意，慢慢看懂一件事：让人安心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划算的选择，看起来负责任的行为也不一定能把你带向真正的富足。有时候你不是在还债，你是在用最有价值的资本去换一种比较早到来的心安，而那份心安很可能是你一生中买的最贵的一样东西。我常说，晴天的时候就要修屋顶，不要等下雨了才想起来找梯子。房贷也是一样，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还，而是何时还，用什么代价还，还了之后你失去了什么。大多数人只看见自己少欠了多少，却没有看见自己少赚了多少。真正厉害的人看的不是表面上的减法，而是背后那一串没长出来的乘法。房贷不是只有一个名字，很多人一听到负债就立刻紧张。在不少家庭里，欠钱几乎等同昂女危险，等同王不安，等同我米没有本事。所以一谈到房贷，大家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算，而是怕利息，怕风险，怕哪天出事，怕自己睡不住。但我想说一句不太讨好的话，不是所有债务都一样，有些债务像火，会把人烧伤；有些债务像工具，用得好，可以替你省下力气，甚至替你把路走得更远。房贷本身不是原罪，它首先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没有善恶，只有会不会用。巴菲特曾把长期固定利率房贷看得很高，原因不复杂。如果利率下来了，你可以重新谈条件；如果利率上去了，银行却得照原来较低的利率把钱借给你很多年。换句话说，对借款人来说，这是一种带有选择权味道的安排，你不是完全被动的那一方。这里面的关键不在答你有没有贷款，而在挨你手上的现金，如果不拿去提前还款，能不能被放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如果答案是能，那房贷就不只是压力，它同时也是你保留流动性、保留投资能力的一道桥。很多人把桥拆了，站在原地说中边的安全了，可他没发现河对岸原本有更大的风景。我做生意时很少只看一件事的名字，我更看重它背后的结构。同样是借钱，有人是借来买面子，有人是借来买时间，有人是借来填补虚荣，有人是借来放大纪律，表面一样，结果完全不同。所以不要一听房贷就皱眉头，先问自己一句：这笔钱是不是在帮我保留更大的可能？真正昂贵的不是利息，是机会成本。我年轻时做塑胶花，最早学会的不是怎么赚大钱，而是怎么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该用的地方。那时候本钱少，犯不起太多错。你用错一笔钱，不只是损失那笔钱，还损失那笔钱本来有机会替你带回来的未来。后来我才明白，这就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这4个字看起来很学院，其实一点也不玄。它的意思很简单，你选了一条路，就等于放弃了另一条路。你看见的是你付出去的东西，看不见的是你没得到的东西。而很多时候，真正大的代价就藏在那个你看不见的地方。假设你每个月多拿出一笔钱，提前去还房贷，你表面上得到的是少付一些利息，得到的是还款年限缩短，得到的是心理上更踏实，这些都不是假的，我承认他们的价值。但同时你也放弃了一件事，就是让这笔钱在往后很多年里持续复利增长的可能。复利这件事，年轻时看起来像溪水，慢慢流，没有声音。等你年纪大了，回头看，它已经不是溪水了，是河，是潮，是一整片你当年没有珍惜的时间。很多人不是不努力，
而是太早把能够长大的种子埋进一块不再发芽的地方。房屋净值会增加，但它的增长节奏跟一个被妥善投入并持续复利的投资组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力。有人每个月多还500、1000，看起来只是很小的差距，可财务世界最残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小差距一旦碰上长时间就不再小。适合期的差别看起来只是3，放到20年、30年，那可能就是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距离。很多人一辈子输，不是输在大错，而是输在这种看起来无害的小选择上。我做生意从来都不是只看眼前的进出，我更在意钱的下一步、下步、再下一步会走去哪里。如果一笔钱离开我之后，就只是让我感觉良好，那我会很谨慎。如果一笔钱离开我之后，能替我带回更多选择、更多弹性、更多未来，那我就愿意让它出去。钱最怕的不是少，最怕的是站错位置。第一桶金为什么总是最难？有些人觉得自己收入也不低，工作也不差，日子却总觉得卡在那里，每年都很忙，每月都在还款，也没少吃苦，最后财富却没有真正往上跳。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一直没有把第一个真正能滚起来的雪球先堆出来，而提前还房贷常常会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拖慢。在资产还很少的阶段，你的净值主要靠存，不是靠藏。你每多存一点，进度才前进一点；你每少存一点，进度就慢一点。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集中火力，把第一笔真正有规模的本金建立起来。不是因为数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一旦过了某个门槛，它就会开始自己帮你工作。很多人最大的误会是以为财富的形成是线性的，不是的，前面很慢，慢到你会怀疑人生；后面很快，快到别人以为你突然开窍了。其实没有突然，只是你前面那几年、10几年，中盆等到种子破土而出。可惜很多人还没等到那一刻，就先把能灌溉种子的水拿去冲掉房贷了。我不是说房贷不该还，我是说在资本还小的时候，你最需要保护的往往不是房屋净值，而是你的投资本金。那是你日后所有选择权的起点。你没有本金，再好的项目也只能看。你有了本金，机会来了，你才有资格伸手。这个世界很多门不是靠敲开的，是靠手上有筹码，它自己就开了。做生意像滚雪球，投资也是。雪一开始很小，拿在手里甚至觉得可笑，但只要坡够长，你又不一直把雪球敲碎，它自然会越滚越大。很多人不是没有坡，是太心急，走2步就想看成果，走3步就把雪球拆了。大多数人不是输给数学，是输给心理。我活到这个年纪，越来越相信一件事：真正主宰人一生财富的，往往不是智商，而是情绪。很多人数学也懂，报表也会看，道理也能讲，最后做出来的决定却还是很平庸。原因不是他不知道，而是他做不到。知道和做到中间差了一个能不能控制自己。提前还房贷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地方，不是利息省了多少，而是它会立刻给你一种自己很负责、很上进、很稳当的感觉。人都喜欢这种感觉。和投资比起来，还房贷太容易获得心理回报了。你不必忍受波动，不必面对亏损，不必怀疑自己，不必在市场下跌时硬住头皮继续投入。而投资恰恰相反，投资常常是你做对的事，短期却一点都不好受。你把钱投进去，市场跌了，账面缩水了，旁边的人说你傻，新闻也在吓你。这时候如果你性格不够稳，提前还房贷那条路就会显得格外温柔，格外像个好人应该走的路。但财务决策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让你舒服的不一定让你富有，让你短期难受的反而可能在长期里对你最好。很多人没有输给市场，是输给自己脑子里那点想立刻获得确定感的冲动。借用心理学的说法，人对损失的痛感往往比对收益的快感更强。癌是大家急住消灭负债带来的不舒服，却没意识到自己同时也消灭了未来成长的空间。还有一个东西很厉害，叫群体影响。你身边所有人都说赶快还房贷，无债一身轻，多好。父母这样教，亲戚这样说，很多理财内容也这样鼓掌。听久了，你就以为不这样做，
好像自己很不正派。可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最不敢全信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对的事。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人人看法一致的时候，往往也是最不需要你思考的时候。真正值钱的判断，从来不是跟助掌声走出来的，它是你安静坐下来，把数字、风险、自己的性格一样一样看清楚之后才做出来的。什么情况下提前还房贷是对的？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误会，以为我是在鼓励所有人都永远不要还房贷。不是的，我从来不相信有放诸四海都正确的一句话。做生意没有神药，理财也没有。有些情况下，提前还房贷确实是对的，而且是很对的。第一种是你快退休了，一个人在有稳定工作收入的时候，房贷也许只是固定支出。可当你离开职场，收入来源变窄，原本可控的负债就会变得敏感。到了那个阶段，让房贷在退休前后落地，是很实际的安排。第二种是你的房贷利率本身已经不低，如果你付的利率高到接近甚至超过你保守能拿到的投资回报，那么提前还款就是一种确定性很高的收益。这时候不是情绪问题，是算术问题。算盘打清楚了，自然知道该往哪边走。第三种是你根本不是投资型的人。我这句话没有贬低谁，这只是诚实。有些人适合做投资，有些人不适合。如果你一看到市场跌就想跑，一看到红字就睡不住，那你强行保留房贷再去投资，很可能最后两头都做不好。第四种是你口头上说保留房贷是为了投资，实际上却没有投资。这是很多人的真相。他们不是把多出来的钱拿去买资产，而是慢慢花进生活升级里。车子好一点，餐厅贵一点，旅游多一点，零碎开销漂亮一点，这样就不是利用房贷，是被房贷合理化自己的消费。第五种是这笔负债已经开始伤害你的生活品质。如果你为了多赚一点点可能的收益，夜夜睡不好，夫妻常争吵，做什么决定都很紧绷，那这笔数学上的优势也未必值得安心是有价格的。只不过最好的情况是你知道自己在付这个价格，而不是稀里糊涂的付了，还以为是唯一正确答案。反过来问，什么会毁掉你我这一生？有一个习惯帮了我很多次，做重大决策时，我不只是问自己怎么成功，我更常问自己怎么避免失败。因为成功有时靠机会，避免愚蠢却常常只靠清醒。房贷这件事也适合这样想，先不要急住问自己该不该提早还，先问自己什么样的房贷安排会把我往后20年、30年的财务路走窄。如果你买了一套远超自己能力的房子，月供大到你根本存不下资产，那问题不在提早不提早，而在你一开始就买错了。如果你把房子当提款机，不断套现去满足消费，那问题也不在房贷，而在你拿未来换面子。如果你嘴上说资金留住投资，结果只是拿去花掉，那问题还是你自己。如果你退休前没有安排好现金流，却还备注一笔会让你心慌的房贷，那也是风险。如果你的资金没有足够纪律，没有足够耐心，没有足够认知去赚到高模贷款成本的回报，那么保留房贷就不是策略，而是自我安慰。很多事情一旦反过来问，答案就清楚了。我很少追求自己要做得多聪明，我更在意自己不要犯显而易见的大错。商场上也是一样，很多人不是败在不努力，而是败在太多不必要的动作。今天加杠杆，明天追题材，后天换方向，忙了很久，最后只是把自己弄得很累。财富不是靠折腾出来的，很多时候是靠不乱动守出来的。所以房贷问题的本质不是道德题，不是谁比较上进，也不是谁比较懂生活，它是一道配置题。你把有限的现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风险承受能力放在哪里，才能替你换回更多自由？想通这一层，你就不容易被情绪带助跑。房子是资产，但不是最好的资产。我做过很多与地产有关的事，所以我对房子有感情，也有敬意。房子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它里面有家庭，有记忆。有人在灯下吃饭，也有人在夜里落泪。一个人有自己的房子，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有了落脚处。这件事的价值
我从不否认。但正因为我懂房子，我更要提醒你，自住房和高效率增长资产很多时候不是同一回事。你住在里面的房子，先是生活品，然后才是投资品。它能遮风挡雨，它能带来稳定，它可能也会增值，可它不一定是最会替你工作的一笔钱。尤其当你把越来越多现金锁进去之后，这种差别会越来越明显。一套房子值钱，不代表里面的净值流动性高。你纸面上看起来资产很多，真要用时却未必方便。相反，一个稳定累积的投资组合，虽然看起来不如房子有存在感，但它往往更灵活，更容易在需要时替你提供选择。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懂，选择权本身就是很大的财富。我见过不少很富有的人，住的地方其实很朴素，不是买不起，而是不想让不必要的豪华绑住自己的心和家人的习惯。房子太大，维护麻烦；排场太重，孩子容易把奢侈当成理所当然；外表太盛，内心反而不安定。真正见过风浪的人，通常不太爱在外面挂旗子。我一直相信，炫耀是一种很费力的生活方式。人一旦靠外在证明自己，就很难停下来。房子、车子、牌子，最后都不是你在使用它们，而是他们在规定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财富如果不能让你更自由，那它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束缚。两种人50年后的差别，你可以想象，两个人起点差不多，收入差不多，房子也差不多。第一个人把所有多出来的钱都拿去提前还房贷，第二个人保留一笔低成本房贷，同时把多出的现金规律地投入长期资产。一开始，第一个人看起来更稳，第二个人看起来更慢。10年后，第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欠款少了很多，账面负债下降，心理压力也轻了。第二个人则可能不那么讨喜，因为他还在还款，外人看起来像是一直没有上岸。可财务世界里，有些真正重要的事，10年还看不太出来。再往后走，20年、30年，差距就会慢慢浮出来。第一个人拥有一套更早还清的房子，这很好，但他的投资资产可能没有同步长大。第二个人到后面也会把房贷还完，只是晚一点。而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投资本金一路工作，一年一年涨，最后多出来的不只是数字，而是弹性。这种弹性在年纪大了之后，常常比面子重要得多。孙子要读书，需要帮一把时，你有没有余裕？身体状况变了，需要更好的医疗安排时，你能不能不慌？看到合适的机会，想帮家人、帮下一代，甚至帮社会做点事时，你是不是有能力不必先皱眉头？这些差别，平时不吵不闹，到关键时刻却很真。很多人以为财富只是多和少，其实不是。财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你在面对生活变化时，有没有转身的空间。没有负债是一种安全，有可支配资产也是一种安全。前者像关好门窗，后者像家里还有梁和灯。真正的关键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讲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房贷该不该提早还，最终不只是利率问题，也不只是报酬率问题，而是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能不能承受波动？你有没有纪律？你是不是会在市场跌的时候乱动？你对现金流有没有敬畏？你是不是诚实？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做财务决策，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性格。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守不住投资纪律，却还硬要学别人保留房贷做资产配置，那不是理性，是逞强。如果你明明有能力长期投资，也有足够稳定的收入，却只是因为害怕欠债的感觉，就急住把现金都送去提前还款，那也不是理性，是被情绪绑架。理财最怕的不是笨，是不认识自己。你不了解自己，再好的策略到了你手里，也可能走形。我这一辈子不敢说自己每一步都走得完美，我也走过弯路，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我一直抓得比较紧，那就是2件事：第一，保留现金和选择权；第二，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不能承受什么。很多人败，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拿了自己撑不起的东西。
所以不要只问别人怎么做，别人的利率、别人的收入、别人的家庭责任、别人的风险承受力，都不是你的。你需要看的是你自己的数字，你自己的节奏，你自己的夜晚睡不睡得住。白天嘴上说的再漂亮，夜里心慌，那个策略就未必真适合你。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所谓成熟，不是学会了多少技巧，而是中人愿意承认有些选择没有标准答案。提前还房贷也一样，有人适合早还，因为他要的是确定；有人适合慢还，因为他要的是复利和选择权。两条路都能走，只是你要知道自己究竟在换什么。你要的是一种立刻到来的安稳，还是一种需要耐心等待的增长？你要的是一个没有负债的感觉，还是一个能在未来很多年替你工作、替家人挡风的资产系统？没有人能替你决定，因为最后替这个决定负责的不是专家，不是亲友，不是长孙，是你自己。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很多人一生都在努力，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把钱早一点还给银行未必错，但如果你从没算过那笔钱本来可以长成什么样子，那份踏实很可能只是昂贵的误会。房子会慢慢还清，时间却不会倒住偿回来。我把这句话留在最后。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往往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太早放弃了本来可以替你长大的那部分未来。